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11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美国要出杀招，截断香港资金流。其实今天新闻很多啊，那么我选了一些，不可能讲太多。那么先讲这个啊，这个影响很大，影响非常大。美国财政部长努姆钦6月11号表示，美国可能会限制进出香港的资金流动，这是对中国实施港版国安法做出的回应。努姆钦表示，他正在领导政府跨部会的资本市场工作小组，就 Working Group on Capital Market 考虑对中国实行港版国安法做出不同的资本市场的反应，包括可能会采取限制香港资金流动的某些措施。那么川普上个星期讲过他会开始终止美国政府与香港保持特殊关系的程序，那算是对这个港版国安法的一个回应。而且他命令这个财政部牵头的资本工作小组而且他是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刚才努姆钦讲的，限制香港的资金的进出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就中国在美国上市的这个公司违规操作的问题，60天之内拿出政策建议要求这个工作小组保护美国投资者利益不受损害这后面是一个理由，前面当然他要让这件行为变成有正当性那努姆钦今天说资本市场工作小组将审议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的审计问题，并且提供一份详细的报告，在保护我们资本市场和对应这个局面之间保持正确的平衡这是他的态度。那么记者就问他采取什么样的措施限制这个香港资本的流动努姆钦说，我不希望就报告内容预先做出判断，我们会随后提出不同的建议他也不肯说怎么会告诉你。那么他还讲努姆钦还说，他说他预计中国会兑现对美国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承诺，然后要求中国在2年内采购2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等等。他说迄今为止，我们相信他们正在履行他们承诺过的事情而且我们正在密切观察。那么美国人什么叫强大这就叫强大，这就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表现出来的态度，就是我这一头我跟你打仗，这一头我还要你执行我们原来的协议，否则的话你会付出更大的代价，这就是强大香港是全球第3大美元外汇交易中心，2019年全球10大证券交易所，香港排第5然后它的市值超过36万亿港元。那香港的财政司叫陈茂波陈茂波曾经出来说说这个美国的制裁措施对香港实际影响非常有限，但是他在此之前有一次他见记者的时候讲这个美国的制裁的时候，他眼圈红，眼泪都快掉下来他后来就解释说是没睡好但是有记者知道有的记者看到那么其实在香港最近一段时间非常的不平静第一件事情就是港交所地震。5月7号那个 CEO 港交所的 CEO 李小加宣布他会在今年的10月份离职，市场震动2天之后港交所 IPO 就是上市联席主管史林也辞职那么在1周之前，其实呢港交所发生了一系列的人事调整，这一系列的人事调整其中包括什么呢
IPO 任命了另外一个 IPO 的联系主管，就是这个主管辞职了，因为不是因为1周之前任命了另外一个主管，联系主管，2个人联系主管，这个主管就跟着李小加辞职了，然后同时有若干个任命。通常一个机构在有人离职之前出现过一系列的任命，说明什么？如果有懂得管理、懂得人事管理的人，应该知道这一次，而且 CEO 走掉， IPO 的主管走掉，一家交易所同时跟着他一起走，说明什么？说明这个离职不寻常不寻常，有内情。但是有什么内情我不知道有什么内情我不知道。李小加呢是个神人神人，他做过钻井工人在渤海当过钻井工人，然后他是中国最早的出国留学的留学生，而且他原来是我的同行，当过记者然后呢他去跑的留学学的是我的专业，新闻专业，然后他自己又跑到这个投行去，最后做到什么地步呢？做到摩根大通中国业务的总裁。中概股最早的中概股就是李小加他们帮着上市的，所以李小加很有名很厉害然后他跑到香港去做港交所做 CEO， 做了10年，中间只有一次是失败的什么失败呢？就是收购伦敦交易所失败了然后有人说是因为这件事情所以他辞职，但是港交所的主席石美伦跑出来说说这个李小加的离职跟收购伦敦交易所失败没有关系然后这个也有人说这个反送中运动的时候，反送中运动李小加出来讲话他讲的那话呢，其实还是有点同情这个香港人有同情，有些人就讲可能是他当时的这个发言上面不高兴，所以就让他走。但这也有点奇怪，你要让他走也不会这个时候让他走你现在什么情况？现在什么情况？一场大战在即香港马上就面临一场金融大战这个临阵换将不是急兆在中国一直讲临阵换将不是好事不是好事，但是肯定是一件大事中间肯定有很多大家没看到的故事，包括我那么目前香港是什么个局势？香港正在至少发生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香港居民正在把港元换成美元，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有一些香港的中产或者是专业人士正在离开香港，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事，一些富豪正在转移他们的家族财产，这是3件事。这是一件事，就是香港的出现一个政局不稳之兆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中概股正在回流。那去年阿里巴巴回流香港，阿里巴巴最先闻到了什么？闻到了危险的味道他就从这个香港从美国就在香港第2上市，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安全保险，非常成功阿里巴巴到香港第2上市非常成功。然后昨天网易动作非常快，丁磊是个手脚很麻利的人动作非常快，你看昨天就跑到香港也做第2上市。那么我相信后面跟着什么呢？跟着就很多在美国的中概股会跑到香港去上市。那么香港实际上已经设好了门槛，这必须是在英美高级市场，就什么纽交所伦敦交易所或者纳斯达克上市的，
才能到香港去上市，这第一个。第二个，市值不能少于400个亿，这第二个。或者市值如果少于100个亿呢，但是呢一年收益不能少于10亿，我讲的是港元啊。那么如果拿着这个门槛来量的话呢，大概有19家中概股符合去香港第二上市，包括谁呢？包括拼多多，包括微博，包括腾讯音乐等等啊，有19家符合条件，这些中概股会陆陆续续的跑到香港上市。那么还会有一些中概股去哪里？去 A 股上市。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刚才不是前面讲这个川普已经下令这个金融工作小组要在两个月之内60天内拿出一个方案来，就是怎么处置这些中概股啊，这个方案就2个月之内就会出来啊。那么这是第二件事，中概股正在回流啊，中概股正在回流。那么第三件事，外资企业正在离开啊。在香港的美国商会6月3号公布的这个会员调查，60%的人认为这个港版国安法会影响香港啊，影响他们的业务，影响这个整个的社会，影响他们对香港的看法，包括什么？包括社会动荡、司法独立，然后香港自治受损，人才流失，影响很大，这是第一。第二，有30%的会员考虑将资本和资产或者业务转移出香港，这是美国商会的会员做的调查。金融时报的报道，外国的对冲基金正在准备撤离香港，那么认为香港已死，它可能会成为中国的其中一个城市，所以呢，准备把对冲基金业务转移到新加坡或者其他地方。那么香港其实是对冲基金的一个基地，投资亚洲。如果对冲基金它准备投资亚洲市场，那它都会把这个公司设在哪里？设在香港啊，设在香港。那么到4月底，香港有420家对冲基金公司啊，420家，比新加坡多80家啊。香港的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910亿美元，超过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的总和，所以它的对冲基金在香港市场是非常活跃的，非常活跃的啊。那么对冲基金的经理交易员说港版国安法损害香港，也影响他们对冲基金的看法，所以他们觉得面对信息限制失去新闻自由，无法使用互联网，资本管制难以获得签证等等，总之这些问题会让他们离开这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大概就是现在香港的局面就是一个这样的局面。那我们分析一下现在这个局势。第一，我们从那个努姆钦的说法我们可以做一个基本的判断。第一，美国对香港下手不是威胁，是真要行动了真要行动了，这是第一。第二，美国这次动手不是政治秀，就是打七寸，找七寸找要害的地方打。为什么？我解释一下，一个金融中心它有大概，我除了那个外部条件以外我们就讲金融中心本身4个核心要素。第一是资本，第二是信心，第三是人才，第四是基础设施。就是你一个金融中心当然我还会有什么法律条件等等那些，我们就不说那些，我们就说跟金融中心核心业务有关的就4个要素，即资金、信心、人才、基础设施基础设施跟什么有关？跟人才有关系信心跟什么有关系？跟人才也有关系。人才要是没有信心了，人才就会离开，就像对冲基金一样。
这其实都是一环扣一环，相互关联啊。所以排第一的是什么？资金。一个金融中心，它对全世界的最大的吸引力就是它有资金，没有资金我跑那去上市干什么？所以这个非常重要。资金决定了一个市场或者一个金融中心的影响力和活跃程度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所以美国你看农母亲他们上来就怼什么呢？怼资金这个环节，说明什么？说明这些人真懂啊，真懂，行家出手非常懂，非常准啊，非常懂。全球的资金链它是这样跑的，它的一笔钱，一个对，我就说对冲基金吧，一个对冲基金，它的钱是全球跑啊，全球跑，它不停的啊。那纽约收市啊，纽约收市以后，他就把钱就转到香港，香港这边就开市就这笔钱又在香港炒。香港收市了，这笔钱转到哪？转到这个伦敦，伦敦又在炒，继续炒，炒到伦敦收市的时候，又把钱转到这个纽约啊，纽约又继续钱就是全世界跑。为什么讲资金不能够有这个外汇管制？就是这个道理。他一笔钱在3个市场上跑，一天叫什么？一天24小时，正好他就全球跑，全球在跑这个市场。香港就是这个资金链的其中一个环节。如果他把这个东西一截，那就不进去。这个资金链一断的话，他找另外一个替代你，那么自己你就不再是金融中心了。讲到底就是这样啊。所以呢，这个钱是不睡觉的，满转全球跑啊，帮老板挣钱啊，老板挣钱。那么努姆辛，当然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到底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如果真的在做这个动作的话，后果非常严重。会是什么样的？有多严重？地动山摇。对香港这个金融中心来说，如果有这个措施的话，那就是地动山摇，那是动摇香港金融中心基础根基的一个东西啊。但是呢，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他到底那个措施是个什么样级别的措施，他准备怎么干，这个还不清楚啊，这个还不清楚，我们要继续观察啊。好，那这条新闻我们就讲完了啊，讲完。但是呢，我还有2条新闻还要讲一下。第一条新闻是什么呢？第一条新闻就是美国还在中国仍然在购买美国的大豆。之前努姆辛说，我相信他们还在执行，是有依据的啊。中国没有跑去买巴西的大豆，是持续的在买美国的大豆。美国大豆出口啊，这个星期就上个星期啊，达到了16个月以来的最高值。美国农业部每周公布一次美国农产品的这个交易情况。美国农业部6月11号说，美国出口商报告显示，向中国销售了72万吨大豆啊，那么 6.3 万吨是2019年到2020年销售年度交付啊。然后65万吨是在2020年到2021年销售年度交付啊，两个交付时间不一样啊。那么2020年到2021年的销售额度是从9月1号开始的啊，9月1号开始。那么农业部说这个市场人士说，新的农作物合同规模表明，这些大豆可能是中储粮或者是中粮集团国有公司进行的交易啊。那么
美国农业部今天公布的每周报告中表示，2019年到20年的销售年度中截止6月4号一周，大豆进出口量是100万吨，其中包括向中国出口的100万吨，33万吨33万吨和未知地的21万吨。新的农作物合同销售超过了120万吨，其中中国是51.7万吨，未知买家是64.4万吨。那就是我讲这条新闻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中国继续执行第一阶段协议。为什么？当然第一件事反映了什么？反映了中国的饲料需求在上升，说明中国的这个养猪的这个产业正在恢复当中，这是第一条。它有需求它不会没需求买的，那不可能有些人说买了大豆在太平洋倒掉，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你想多了。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说明什么？说明中国还是要通过第一阶段协议来牵制美国，所以他愿意花点钱。虽然两国现在进行激烈的交锋，但是中国那边觉得，如果双方没有了第一阶段协议，那么中国就完全失去了对美国的战略牵制力。所以中国在继续执行第一阶段协议，尽管美国会持续的打击中国，但是第一阶段协议还在执行。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结果？这就是一个实力悬殊的对手发生的一个非常壮观的景象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景象。我再说一下另外一条新闻，美国国会比白宫还着急，就已经出了制裁中国高官的名单那么美国国会150名共和党的议员成立了一个什么呢？共和党研究委员会。然后呢，6月10号公布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名字叫《强化美国应对全球威胁》。报告有115页，可见他已经很早就开始准备这件事情。第一部分就是关于如何应对美国的头号威胁中共然后报告说，中共的宏伟战略中国梦就是要将国际体系转变为由中共领导的体系，就是把红旗插遍全球。你看他们都已经搞明白了。报告建议至少从5个地方反击中国第一，抵制中国的工业间谍活动、盗窃知识产权以及其他恶意的经济行为。第二，制止中国的恶性政治影响和虚假信息宣传运动。其实这个应该放第一，就是什么呢？就是抓五毛。这件事情，抓五毛，抓这个外宣，这件事情应该放第一第三，抵制中国的侵犯人权行为。第四，应对中国的全球军事现代化。第五，加强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联盟这5项措施老实讲呢，缺乏战略高度，鸡毛蒜皮，不怎么样没有像那个努姆钦那个对付香港上来就讲我要限制资金进出香港，哇，这个厉害这个不行，这个水平有点差。然后抵制中国侵犯人权行为措施，报告建议采取史上最严厉的制裁措施，制裁中国的官员。我把这个名字读一下，很刺激的第一，政协主席汪洋，副总理韩正，政治局7个常委制裁俩了这7个常委已经有2个被制裁了。公安部部长赵克志，然后是所有中共统战部的官员，所有的统战部官员，那这个麻烦大了，这地方。然后就是谁呢？剩下的就是港澳办
主任夏宝龙啊，夏宝龙是政协副主席，政协这次是重灾区啊。夏宝龙，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啊，然后还有什么呢？新疆的书记陈国权、陈全国啊，陈全国，西藏书记吴英杰啊，然后就是报告说呢，要按照这个美国之前通过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就是包括禁止入境、冻结财产等等啊，等等这些措施啊。那么在香港议题上面呢，去年美国通过的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其实里面有很清楚的啊，有3条，就是制裁那个香港的高官和中国的高官啊，这个其实他这个名单也在准备这个名单啊，准备这个名单。大体上今天的主要新闻是这样啊，我讲一下后面这2个新闻。后面这2条新闻呢，第一条新闻呢，讲的是中国啊，中国继续执行这个第1阶段协议，但是我也不相信中国会全面执行，那是不可能。他现在只是买美国的大豆，买美国的大豆什么含义呢？2个含义，第一个，让川普这个买美国的农产品对川普来说是有意义的，他其实是拿川普，你那么多协议啊，协议很多条款，一本书那么厚，他先做的是什么？买农产品，买农产品就是拿川普啊，这是一个。第二个，他从农产品入手，还有一个什么原因？中国自己有需求，中国自己农产品有需求，这2个原因，所以他在做这个动作啊，做这个动作。当然，总的来说，他还是希望能够维持这个中美贸易第1阶段协议，对美国有这个战略牵制力。那么第二个就没有疑问了，这个美国国会在和白宫其实是在竞争什么？比赛谁更强硬啊？那么这就是一个证据啊，证据美国国会的很着急，那要向美国人民展示他们对中国的这个强硬的立场，这就是非常明确的证据啊，证据。那么还有一些其他新闻我们就不一一多说，但是总的来说，现在情况形势是这样啊，2点。第一点，美国现在国内的局势实际上是分散了一些川普的这个注意力啊，这个毫无疑问的，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 这件事情实际上影响是很大的啊，这是一个，就是川普他不可能像之前那样聚精会神的处理这些事情啊，他可能还需要分心一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么但是中美之间的这一系列的动作会持续的发生。你看好像安静了1星期啊，安静了1星期，然后你看噼里啪啦就出来，为什么？中间还是需要一些准备的啊，中间还需要去准备。所以我认为未来1到2个星期之内啊，会有很多的新闻发生，都是跟什么有关系？跟中美关系有关系，跟香港问题有关系，全部都会慢慢的出来啊，慢慢出来。好，大概今天的主题，因为我怕讲得慢就超时啊，今天主题大概就是这样。我今天讲得很快啊，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我还是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今天的上午的视频啊，直播视频，刚才直播之前啊又被冻结数据啊。那么昨天我们在社区公告了之后，有一个人啊说他是谷歌的人，但他又不是说 YouTube 的部门，但他做了一系列的解释，但是解释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谷歌的人，是不是代表 YouTube 来跟我讲话？他又不回我啊，然后又在那儿做很多的解释，这很奇怪，这个表现
非常的奇怪。如果你是代表 YouTube 来跟我讲话，那你就跟我讲话，可他又不讲，但是他又好像在说谷歌的一些事情啊，就有点奇怪。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又在发生同样的事情啊，所以我就觉得 YouTube 不可理喻啊，4个字不可理喻，它已经开始干扰我的工作啊，所以我要特别的向大家报告，我们怎么回应它呢？但对我来说，当然是做更好的节目来回应啊。对大家来说，回应什么？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好吧？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啊，3点：情况、问题、观点，好吗？我们当然要用更饱满的热情投入我们的工作，同时我们要有更好的节目品质来回报我们的观众的支持，好吗？好，现在鸣谢一下，Jesse 吴，谢谢 ，Mark Cole， 谢谢，阮光能，谢谢，月圆天星，谢谢 ，Renee Ma， 谢谢，东野主人，谢谢，梦之幽寂，谢谢，请王老师喝杯安徽黄山毛峰啊，这是好茶。产 Claudia， 谢谢，东方宣风，谢谢 ，Jennifer， 谢谢。Daniel 梁，谢谢 Jack Han， 谢谢 Andrew 吴，谢谢 CHN， 谢谢。提问：美国共和党要求政府成立专门部门对付中共统战部，中共统战部是一个怎样的部门？网友答：统战部就是党务系统的情报单位，政府的情报单位，是国安部军队系统搞情报的，是总参2局3局总政联络部，不是的啊。统战部呢，主要是做统战工作的。中共有3大法宝，我不知道年纪稍微大一点的网友有谁还记得中共的3大法宝是什么？党的领导、统一战线，还有一个什么？哎呀，我都不记得啊。第一就是党的领导，3大法宝，党的领导是第一，第2是统一战线，第3是什么呀？我忘记了啊。但统一战线在中共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方针啊，可以这么说啊。他的战略方针就是团结最多的人，打击5%，所以他永远都赢。为什么？但95%跟他一起，然后打那5%的人，那肯定是赢啊。所以就是这样，群众路线吧，好像是群众路线啊。这个统一战线有一个部门来管这件事情，管什么呢？统一战线做统战工作。做统战工作呢，当然第一条就是把民主党派管起来，所以统战部第一个任务是什么？就是把民主党派管起来。民主党派是非常重要的统一战线的工作。还有什么工作呢？就是统一战线就是讲的不好听，就是拉关系啊，对外就是拉关系啊。以前招商引资，统战部也出很多的力气的啊，什么登记啊、海外关系啊，都是统战部的工作。所以统战部用一个比较专业的术语是什么？统战部就是渗透，主要是做渗透工作。什么？你看那些什么同乡会呀、同学会呀，这统战部搞出来的。甚至像的什么中文学校啊，都有可能是统战部搞出来的。所以统战部呢，它主要的任务是什么？渗透，主要的任务是渗透。我印象中就是习近平是非常喜欢用统战部，所以习近平上来之后，统战部规模一下子大了非常多。统战部原来没几个部门，后来我印象中现在有20多个部门啊，它很多对口，类似什么哈？类似千人计划，统战部是有在这件事情上是有它的角色的啊，所以
统战部其实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角色的啊，跟总参2局、3局这些没关系，那是另外，那是情报部门，统战部不是情报部门，统战部是负责渗透的啊。他会不会跟情报部门有合作？当然会，也许会有吧，啊，也许会有吧。他们之间都是合作的嘛，啊，一伙的嘛，是不是 ？Mike 猪，谢谢 Grace Lin， 谢谢打卡纽约。疫情期间发现了王先生的视频，一集不落的跟踪，受益匪浅，给人拨云见日的感觉。尤其是对于香港国安法事件的进程。王先生迅速准确的判断给我们的希望和力量。本来盼望王先生继续保持高质量，不成想这几天直播愈发精彩。感谢王先生的专业奉献，给先生奉茶略表敬意，谢谢你啊，谢谢支持。A 马照，谢谢，感谢主持人、管理员、字幕志愿者齐心协力办好节目。我在这里讲一下，我们现在其实呢，本来我是准备出一个公告啊，这招募字幕组招募参与的网友啊，但是我这个公告呢，因为我们发生了这个数据冻结的这种事情，所以我本来想延迟几天发这个招募的公告，结果很多热心的网友就已经来参与做这件事情。那么现在已经有10个人，我印象中好像10个人嘛，已经在我们字幕组。那么现在字幕组已经在热火朝天的进行当中，非常感谢啊字幕组的网友的热情的支持。那我们现在又开始提供这个字幕的服务啊。那么这些字幕都是我们的网友不辞辛劳的做出来的成果啊，我在此特别鸣谢啊，特别鸣谢。3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OK， 啊，党的建设，党建是武装斗争。OK。提问王老师，昨天提到拉美国家债务高企，与国内目前情况很像，未来经济会拉美化吗？这个议题谈了20年，中国经济会不会出现拉美化？拉美化的其实有2个根本原因啊。第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它的工业化进程比较慢，但是它的内部需求又涨起来了。涨起来怎么办呢？那就借钱呗，想花钱，但是呢钱又没挣着，因为它工业化进程比较慢，那怎么办？那就借钱花。借钱花来花去就出现什么情况？就还不上债，就是他债务越来越高，但是他挣的钱又没上来，还不上怎么办？印钞票还债，一印钞票还债，结果就是什么？经济崩溃，就是我经常讲，经常有网友提啊，那就让央行去印钞票还债呗。他拉美就是这么干，结果经济崩溃，首先表现的恶性通货膨胀，这一头恶性通货膨胀，这一头债务越来越高，就是这样啊，这就是拉美化。中国会不会拉美化？中国现在还没有拉美化的情况的原因就是中国的生产效率还是非常高，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完成了啊，所以中国的情况跟拉美国家是有非常大的区别，所以我不觉得中国会拉美化。提问：我很喜欢听王老师的节目，但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 CCP 的初心会是统治全球？听起来很难理解，不该是红色江山世世代代统治中国人民而已吗？ CCP 真心觉得他们有能力解放全人类统治欧美吗？你会唱国际歌吗？你看过这个共产党宣言吗？你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这太简单了，这不用疑问了，这是公开的纲领啊，共产党的纲领啊，宣言啊，共产党宣言，你把共产党宣言
再读一遍，你就知道我说什么了，你就没有疑问了，好吗？你搜一下共产党宣言，很容易找到的啊。观点并没有什么人需要共产党来解放，这就是特权集团找机会控制大部分人，获得特权、获得利益的说法罢了。这叫什么呢？那首先我们肯定要理解第一件事情，有没有共产党？是有的啊。有没有共产党宣言？有的。共产党他们的初衷是什么？就是解放全人类嘛，这个是事实啊。那么共产主义作为一场运动，毫无疑问它已经失败了，但是共产党人已经异化成为权力的追求者，这个没有疑问啊，就是他们已经成为权力的追求者。他的初心还在吗？也许还在，但是我看不到，我看到的更多的是什么？权力啊，追求权力，权力变成什么？当他在追求权力的时候，共产主义运动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借口，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变成一个这样的关系。这位网友的说法，某种程度上是成立的，某种程度上，但是肯定一点，我认为就是共产主义或者是共产党人，他本身已经异化了他已经异化为什么？权力的奴隶，他已经被权力异化啊。观点：中国继续执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并非为了牵制美国。难道商贩给黑老大交保护费是为了牵制黑老大？中国不执行，美国就加关税，这是个承受不起的。有道理啊。但是美国不是黑老大。中国执行第一阶段协议也不是交管理费。我觉得你不同，我觉得你说对了一件事情，就是中国不执行，美国就会加关税，这承受不起，这件事是对的啊。但是中美之间肯定不是黑社会的关系啊。提问：来美国以后发现，台湾人和香港人虽然有一些和我们大陆人不一样的气质和文化，但基本上比大陆人有血性。曾经有人说，中国人像猪，只要刀子不砍到身上，就只知道埋头刨食，等刀子真的砍到身上疼了，只要一个白馒头就什么都不管，仍然埋头大吃。这种气质是不是因为几千年封建王朝压制才导致这种一盘散沙的民族特质？中国完备的封建统治体系阉割了中国人的精神，请问王老师是不是这样？如果你说的是这样的话，那台湾人跟香港人也应该是一样的呀，对吗？不是的，中国大陆的人，你刚才讲的这种特征，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共的原因，跟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就是打服了。还是那句话，叫打服了，先打服，然后再洗服，这两件事一直在做，不听话就打，听话了以后就继续洗服，让他不要再不听话，就是这样。所以你看，在台湾人跟香港人身上这个特质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中共这个因素啊。观点： CCP 要统治全球，并不仅仅是共产党的纲领，还因为专制政权对管制迷恋，他会把管制扩大到他能力能达到的地方。有道理，非常有道理。情况：中国农业农村部2020年6月发布紧急通知，吉林省、黑龙江省、湖南省、云南省多地发生蝗灾，农作物受损。这是天降异象嘛，是吗？然后情况：南方8省洪水成灾，广东、广西、湖南大暴雨，176万人受灾，经济损失严重。你看，又蝗灾又水灾，然后东北还下冰雹、下大雪，
这什么情况？这是天有异象啊！天有异象。情况恳请王先生关注一下最近美国的状况，这真是一场浩劫，大规模政治运动已经从媒体和大学的人文社科部门进入了科研圈和军界高层，有进一步发展成为更大危机的倾向。乱世佳人被禁，警匪片被禁，书籍被禁，对科技文化的破坏会影响美国的国力，军界开始表态站队，更不是好事，不要盲目乐观。情况，我的黑人室友说，他在纽约的亲戚根本不去参加游行，并且觉得暴乱纯粹是有人浑水摸鱼，吃人血馒头。弗洛伊德的兄弟也表示过，不赞成暴乱，有诉求就去投票站。这两个观点都不能代表全部，但算是黑人社区里的一种说法吧。让他乱一下不挺好吗？让美国人看清楚这些人是什么样子啊。我讲过很多次啊，美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我讲过很多次啊，美国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就是其中一种问题，就是什么？美国人是世界上最讲政治的人群，就美国国民基本上是这个世界上最讲政治的，非常讲政治，就是美国人。你看到的现在的这个场景，就是讲政治的结果。讲政治的最终会变成什么？政治正确。你看那么多人在街上走，有多少人觉得他是真心认可的？我不觉得有太多啊，我不觉得，都是觉得我应该做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是对的，政治正确，不一定是他真的心里的想法。所以我觉得你不让他变得极端一点，美国人民怎么会看清楚这件事情的？你得把它放大到某个程度，大家才会觉得这的确是荒谬的，那就让它荒谬一点呗。我是觉得这是坏事，也不完全是坏事。你不让它达到某一个程度的极端的情况，大家怎么会反对它呢？对吗？我的看法是这样啊。而且说很严重很危机，我在美国我没觉得危机啊，你们觉得危机了吗？我没觉得危机啊，不就是有人在做政治秀嘛，你就让他秀一下，底下人在那看的就看看呗，没有什么呀，有什么呀？我没觉得美国有什么很严重的危机，美国强大的很，哪那么容易有危机？观点，现在的民主党就是共产党，打着崇高的理想，干着卑鄙龌龊、无人性、无底线的肮脏事。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啊，这件事情，我认为有2/3的人就是为了政治正确跟着一起起哄了。然后有1/3的人真的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这样，但是中间那些打砸抢，那肯定是浑水摸鱼的，这毫无疑问。但美国人是这样，美国人有一个传统，当你有政治诉求的时候，警察就撤了。为什么？这就是美国的传统，美国人就是这样，就是你有政治诉求是吧？好，警察就撤了，打砸抢都没警察，你看见有没有警察？没警察，为什么？因为你是在表达一个政治诉求，会不理性，不理性可以理解，美国人是这种，所以你们要理解美国的这种文化，就是美国的政治文化，它是一个这样的逻辑，就是当他在表达一个政治诉求的时候，他会不理性，不理性可以理解，所以那个时候呢，警察不会上去就弹压啊，拿棍子拿起来，你这暴徒给你抓起来，不会的，你去表达吧。就是这样，所以通常你看不到警察的原因是这个原因啊，所以我们也不必，我没有那么叫什么上脸上头啊，你也不必，我觉得大家不必上脸上头，美国人也没有上脸上头，就是
对，看得过了就骂两句，美国人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最激动的是谁？最激动的不是美国人，也不是在街上那些人，我觉得最激动的就是中国人。中国人激动啥？你上打俩玻璃就打俩玻璃呗，也没啥。你让大家看看，大家政治诉，这是一种政治诉求啊。我觉得中国人是一觉得这个乱了不得了，天下大乱了，没有大乱。美国的根基粗壮的很，粗壮的很，底下的根很深，基础非常的牢固的，所以有影响你的生活吗？没有吧？对啊，也没影响我的生活，也影响大家的生活。这个乱世佳人下嫁，你很想看吗？很想看，你买得到的，肯定买得到的。所以其实没啥，所以我觉得 easy， 别激动，别被国内洗脑啊，别被国内的媒体洗脑。国内的媒体疯了啊，看见美国，哇，美国乱了不得了了，那就这个那个，开始讲一大堆这些话。哎，美国经得起，这对美国人这不算啥，不就是几个人出来激动了点嘛，那就让他激动点嘛。所以民主党也没那么坏，民主党没那么坏。我跟你讲，民主党他的理念没有问题，理念是没有问题。你说中间有没有偷鸡摸狗，搞点自己的，夹带一些私货？政客不就得靠这碗饭吗？他就是这么吃饭，他就这么活。美国的政治就是这样的嘛。我在实现一个宏伟理想的时候，顺便把我的个人理想也实现了，这就是美国政治的玩法嘛。所以都会夹带一些私货的呀。我就想办法，川普总统为了实现这个美国的利益，让中国买美国的农产品，顺便让他的选民得一点好处，没坏处啊，这就是美国的政治的玩法啊，对吗？我就经常讲，川普总统也谋了点私利，这话也没错，但这个在美国的政治当中是可以这么玩的，就是实现大理想也实现小理想。美国的民主党没那么说的这么龌龊，他的理想是跟这共和党也罢，民主党也罢，他们都有崇高的政治理想，这个没有疑问的。只不过在实现这个崇高的政治理想的过程当中，有不同的做法。有些人觉得这种做法不对，有人觉得那种做法不对，没有问题啊。现在有人觉得现在情况不可接受，我得上街表达一下，你就表达一下呗。没有那么严重，说处心积虑要把美国干翻，干得翻吗？美国哪那么容易就干翻了？政治，美国最大的特点是什么？讲政治。美国是一群政治的人，所以为什么大家都一上街，你那游行，我这也得游个行？为什么？我不能缺席啊，我讲政治啊，这就是美国的问题。你们都搞错了，美国的问题不是你说的这个，有人打抢，那算什么？美国有钱的很，砸坏2个玻璃根本不是事儿。核心的问题是什么？美国的根基是什么？美国的根基是，就算你把这些东西全砸了，美国都还活着，坚强的活着，这就是美国的根基。所以，我不大同意现在说这个中国人是什么？中国人被国内的媒体洗脑了。这个你看看这些情况，什么美国的问题很严重，对他做一些反动没问题，对现在的一些社会情况发泄一下情绪，各个政治团体、政治利益在这场运动中去表达他的诉求，不就是这样的东西吗？为什么不让他去表达？你就让他表达一下嘛。你说那个是这个什么犯罪组织，很多人去说那是犯罪组织。那你看他有没有犯罪嘛？告他呀，抓起来告他呀，看告不告得下来，告得下来就告不下来就不是犯罪组织呗。你川普说了算的，不是你川普说了算的，法庭说了算的，这就是美国强大的地方啊。还有一个，我不喜欢人说白左我不喜欢有人说别人白左，你凭什么说别人白左？
上来就给别人刷一个白左的这个漆在别人身上，我觉得不合适啊。所以白左你们不要跟我讲白左，白左我读不读啊？观点：美国有点不正常，打死一个黑人闹得全世界大乱，疫情死了10多万人，也没有多少人闹，这就是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看法不同的地方。美国人认为一个人和1万个人和10万个人是没有区别的，中国人觉得哎呀死1、2个人那算个啥？错，你这个观念是不对的。我上次说过啊，那个人如果那个人是你的话，你们家里人天就塌了，你记住这一点。所以在美国的观念当中，死1个人跟死10个人、100个人、1万个人、10万个人是没有区别的，就是不能死人，1个人都不能死，死的1个都嫌多。这川普说的，不是我说的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对的啊，这个政治不正确，就是死了1个人闹得世界大乱，死了1个人就是闹得世界大乱，这件事情才能搞定。所以这件事情是不对的，你这看法不对。美国的逻辑是什么？1个人都不能死，死1个人都嫌多，理解吗？提问：王老师对待6·4领袖王丹表态支持民主党，还有5·1领袖黄之锋表态支持黑人怎么看？是不是中国的发展阶段不可能出现一个保守派领袖？他们纷纷失去海外华人支持，是不是因为他们骨子里还是利己主义者，统治阶级的失败者？我都乐观其成，无论是王丹还是黄之锋，还是其他的民运组织做的所有的努力，我都乐观其成。包括谁呢？包括之前说的中华联邦啊，新中国联邦，我都乐观其成。为什么？只要他们是愿意做为中国人做的事情，都是对的。他有瑕疵啊，不要去挑剔那些做好事、做对事的人。记住，大家记住一点，不要去挑剔那些从善者，理解吗？这个很重要。我认为在香港的这个反送中运动的香港人做出了一个典范、楷模。什么楷模？就是中国人啊，喜欢窝里斗，搞得最后就是自己分崩离析啊，自己的同志打的这个比对仇人打的还猛，比对敌人打的还厉害。最终中国人都会变成这样。但是香港人在反送中运动做出了一个楷模。什么楷模？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你有你的想法没关系，我不跟你翻脸，你按照你想做的事情去做，你去做，我支持你。我不同意你的做法都没关系，我都不跟你翻脸，我们还各自努力就好。这就是好的态度。所以特区政府一点办法都没有，什么挑拨离间都没用。有些叫什么勇武派上街，后面呢叫什么何理非非暴力，我是认为非暴力的就非暴力，你非暴力你就非暴力，他勇武派就冲在前面就冲。何理非在后面递水、送水、送东西、送吃的，支持他们。虽然他不同意勇武派，但是他还是支持他们，叫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就是道理就在这里。中国人最缺的是什么？就是这种精神。你要讲到这个王丹也好，你讲到这个黄之锋也好，你讲到这个叫足球运动员也好，等等，所有的人，他们只要是做善事，他们是为中国人好，为中国好，他们做的这些行动，我都支持。他们可以，我可以不同意他们的做法，我也可以不同意他们的行为，没关系，我都支持。为什么？不要去挑剔那些为善者，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大家记住这一条就好了。你看，我讲香港的事情的时候，我从来不会想啊，这个人把这个玻璃打碎了，不好吧？你讲这话干啥？香港人没有人讲这样的话，为什么？
他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他不同意他这么做，但是他只要是我们一边的，你怎么做都行，我都支持你，我不同意你，但是我支持你，这就是应该中国人有的态度，才能成事。中国人经常不成事的原因是在哪里？就是去挑剔别人，做不到就做不好。中国人真要成事，就得像香港反送中运动，像这次港版国安法那样。我为什么高度评价香港人的这一系列的抗争行动？他在这一系列的抗争行动表现出来的这种素质、素养和这种精神的境界，在中国人当中是没有的，中国人没有做到的，他们做的最好。所以我经常讲，我还经常讲一句话，就是对于香港人的抗争行动，其他海外华人不要说一个字，支持就好，支持就行，不要说啊你这个没用的，那要这样，不要去说。他是中国人里面做的最好的一群人，你不如他，哪怕是那个没读书的人，你也不如他。为什么？因为你不在其间，你怎么知道他的事情？别出主意，别指指点点，别说三道四，你就支持就好，转发、点赞、支持，这就是中国人应有的态度。中国人经常很聪明，但是办坏事，为什么？脑子没搞明白。观点，很多事情都可以在股市中看到影响程度。美国街头闹事，股市根本没反应，这说明这件事情影响很小。观点，压力得到释放是人性的需要，长期被压抑无数释放才无可救药的邪恶体制。提问，为什么美国警察过度使用暴力，其他国家都会以示威游行声援，而香港警察警报严重100倍，却没有同等的全球关注度？请你看我的一个我们之前有说过那个视频有一句话大家记住，你可以去搜一下，叫左派的伪善，讲的就是回答就是你这个问题，好吗？我们有专门的视频讲这个问题，你可以去找来看一下，叫左派的伪善。哎呦，我们时间过了啊。情况，在国内研究生期间，我跟出租车司机发生纠纷，我有理报警，结果经过3个月的拉扯，警察逼我赔对方5000元。3个月里，我向学院和学校求助，3次被传唤到派出所，不让上厕所，不让吃饭，白天去，凌晨3、4点才走，逼得我精疲力尽，赔了5000元。那时下决心要留学美国，离开这个专制的地方。后来考GRE托福，成功拿到全奖。10年过去了，我早已博士毕业，供职于美国最 top 的芯片设计公司。支持王老师。说明什么？说明要坚持，对吗？情况，王先生，今早华尔街日报报道，推特表示，该公司从平台上删除了17万个账户，他们意在充当中国在网络辩论中的数字战士，目的是围绕冠状病毒和香港民主抗议等话题进行宣传。据推特称，大多数推特都是用中文发的，这表明这些推特意在影响亚洲而非美国的看法。我建议王先生可以和其他被影响的华人大 V 们联名投诉，甚至找律师起诉推特。我们发生在 YouTube， 好吧？我会采取行动的。不过中国人嘛，做事情总是先礼后兵啊。我不想采取极端的手段，但是我先礼了，然后没有结果，那我们再兵呗，是不是？你说呢？关于 YouTube 的推荐方式，经常发现在播完王先生的视频之后，紧接着是一些娱乐性的视频，但是本人从来不看这些。会不会 YouTube 对王老师视频的归类放到娱乐节目当中？是有可能的。那反正无所不用其极呗，反正就是要
整你，他们在整我，就是整我啊。和我先生说好，入职第一天加入王老师频道会员，今天如约加入会员。疫情期间开始看王老师的节目，一开始就停不下来。王老师的精彩分析不用多说，其中2次分享让我很感动和认同。1，做一个不说谎、不盲从、独立思考的人。2，不放弃希望。为老师的认真和执着感动，我们会一直心怀希望的支持王老师。感谢你，谢谢。好，我们鸣谢卡卡七七，谢谢啊。程序，谢谢。一杯咖啡，一如既往支持王先生的节目，谢谢你。加拿大佩托湖，谢谢。Crane， 谢谢。Kevin 陈，谢谢。骗子林，谢谢。Johnny Walker， 谢谢。张涛，谢谢。美国还应该制裁那些助纣为虐如成龙这样的香港艺人。是的。坚俊丁，谢谢。乌以礼，谢谢。杨珊珊，谢谢。喜欢王老师节目，加油，谢谢。Jason D， 谢谢。姥姥王，谢谢。我是民主党员，别没事乱扣帽子，从来没有批判过共和党，没有完美的政党，党都有不同的理念与态度，都有优劣，是的，是这样的。所以我认为所有的政党，包括民主党，包括共和党，都有伟大的理念，只是大家做法不同而已啊。JDP， 谢谢。随时间王先生会对美国政治有更深的了解，现在的民主党已经被极左绑架，好吧。Berk 张，谢谢。Peter S， 谢谢。TT， 谢谢。请老师喝咖啡，喜欢王老师关于美中政策高估低估理论，以彼之深还施彼深啊，以彼之道还施彼深啊。OK，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